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将会分享苹果公司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传奇的一生。当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你将会从他的身上知道创业者应该学会的3堂课。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生意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很多人说的天才 Steve Jobs 刚推出第一部苹果电脑的时候，也不是一帆风顺，因为当时的苹果电脑是一个全新的东西，全新的概念，除了认识电子的人，其他人基本不会感兴趣。当你知道这个事实之后，你是不是更加觉得创业很困难呢？因为连天才 Steve Jobs 也会手足无措，更何况是普通人。我告诉你，大部分的人觉得创业很难，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父母、老师、朋友都不是老板，所以没有人教他们创业，他们也不去学习，不会创业是很正常，没有错。打工也是他们的命运。那么，如果你想改变命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学习，去学习成功的人，就像打篮球一样，你想要学投篮，就要学 Kobe Bryant、Michael Jordan。因为只有学习最长的人，你才有机会进步成功。同理，如果你想要创业成功，想要变成富人，你就要把今天这部影片看完，因为我将会把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Steve Jobs 成功的人生告诉你，跟你一起学习。那么，如果你看完这部影片有所领悟，希望你点个赞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开源节流的思维以及方法，就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吧。第一，创业从任何一个点切入都能富甲天下。从任何一个点切入去创业，把一个事情做细做深，自然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、新的盈利点，甚至你能做到别人地盘上去颠覆别人，把一件事做透彻。任何一个项目、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可能做成几千亿市值的巨无霸。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大家都会把注意关注在苹果手机上，好奇苹果公司会不会再一次推出改变世界的产品。最近又传出苹果公司将于港台时间10月14日凌晨1点举行第2回发布会，很多人都相信苹果公司将会发布上回落空的 iPhone 12手机系列，而这次发布会的主题 High Speed 让很多人联想起5G 网速的科技，留下了很多幻想的空间。苹果公司的产品，无论是苹果手机还是电脑，甚至是耳机、手表，每次发布都会让不少人不知不觉地成为果迷。其实苹果公司这一切的成功也要回顾2007年1月9日初代 iPhone 的发布，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相似 MP3 的设备会彻底改变人们的习惯，引领手机行业的改革。而 Steve Jobs 也是一战封神，成为站在人文和科学十字路口的那个人。Steve Jobs 就是从 MP3 下手，把音乐市场给统治了，打败了很多唱片公司，接着又推出了在线音乐平台，又打败了全球的音乐公司。后来 Steve Jobs 又在 MP3 上加上了个屏幕，成为了 iPad， 之后又继续加个电话卡，做成了手机，打败了传统手机。其实在我看来，乔布斯仅仅是把 MP3 做透了，只要创业者愿意把一件事情做透彻，那么机会就会多得很，成为巨无霸级别的企业就会义无反顾。那么如果把事情做到一半呢？那你就要跟别人瓜分市场，可能等待你的是激烈的竞争，然后就是失败。对我而言，如果我把教人创业做透彻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大概会孵化出很多企业出来，然后会投资部分我觉得好的企业。我也会接触到很多创业者、投资人，可能随随便便搞个几千亿的企业出来也不在话下，但前提是把一个项目做透彻。每一个创业者都不应该说自己没有机会，自己找不到方向，因为你只需要选择一件事，把这件事做透彻，在这个过程中你自然会发现很多的机会，让你大赚特赚，让你功成名就。第二，不需要容忍庸才，婉转的人是错的。很多人总结 Steve Jobs 一生为人苛刻，难以相处，无论是工作上或者是他的私生活也是如此。他们批判 Steve Jobs 是一个情商几乎0的企业家，这是大部分人的看法。所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穷人，大部分普通人都特别婉转。他们的价值观认为今日留一线，他日好相见，
做人要圆滑是大多数华人做人的标准。比如你的好朋友来借钱，心里是不想借的，但因为不懂怎么拒绝，最后就借了。又或者叫那个朋友等下个月，说要看看下个月有没有钱，别人等到下个月来了，他又退下个月。其实如此婉转是害人害己的，因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，给别人的希望又不给别人实际好处，表面上不伤害别人，实际上最浪费时间。那么真正应该做的，如果你不想借钱，就直接拒绝，直接说我的钱很紧张，我自己要用，不能借。失败的人有2个原因：一，太爱面子；二，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。Steve Jobs 说：“我不是一个随意践踏他人尊严的人，但如果事情出了差错，我便会当面指出，实事求是是我的职责所在。” Steve Jobs 就是从来不管什么面子，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、说他，是是非非什么的，他都不在乎。他在乎的、追求的就只有完美，他只想干最优秀的人公事。也是因为这样，轮流在苹果公司的员工素质基本都很高。另外，华人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要什么又不说清楚，等着别人来猜。比如公司里升职，他以为他跟领导关系好，领导自然会照顾他，结果等到选下来了，领导把位置给了别人，他就怨恨领导，认为这个家伙不够哥们。包括公司里的沟通也是一样，有了矛盾也不沟通，喜欢猜测。我在公司里宣传的是，你要什么你就说，能给你的就给你，不能给你的我也会说明原因。一个人必须要快速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，清清楚楚的表达自己想要的，才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处，从而得到最大的成就。很可惜，这种专注的文化在华人眼里都会被唾弃。华人喜欢用伪转来包装自己，其实这是一种病，玩的是温水煮青蛙，育人育己都难受。希望有这种毛病的人能改正自己。第三，销售甚至比好的产品更重要。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， Steve Jobs 刚推出的苹果电脑并没有很受欢迎，因为当时的人大部分不懂电子，不知道它的用途，所以当然不会花钱去买还没有流行的东西。因此，就算当时苹果电脑创新的设计已经能够改变世界，但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，也只是一堆废铁。直到1976年10月，百万富翁马尔库拉慕名前来拜访他们的车库工厂。马尔库拉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电气工程师，且十分擅长推销工作，被人们称为推销奇才。由于在股票生意上发了财，他很早就选择了退休的生活。但看到这2位年轻人的新产品，马尔库拉决心重操旧业，帮助他们把公司大张旗鼓地办起来。他主动帮助他们制定了一份商业计划，给他们贷款69万美元，将自己的命运与2位年轻人联系了起来。有了马尔库拉的指导，有了这笔巨资，苹果公司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。Steve Jobs 也明白了宣传推广的重要性。现在苹果公司销售的策略就是把产品营造出高端、创新、独一无二的特色，然后把果迷变成布道者。乔布斯做过最重要的事情，可能就是把客户变成激情倡导苹果品牌的布道者。每当有新的 iPhone 上市时，我们都无法忽略那些彻夜在苹果店外排队的粉丝们。即使这部手机只是去年 iPhone 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进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不是为了那部手机等在那里的，他们是站在那边表达自己对苹果的支持，就像球迷对钟爱的球队比赛前都会穿着球队的颜色一样。果粉们不认为自己是顾客，他们觉得自己是苹果的一部分，代表着一种高于自己的使命。其实，很多人看完了《乔布斯传》，了解了乔布斯的一生后，都认为乔布斯的创业经历根本没有参考价值。他能成功是因为他是天才，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，在出生的时候已经决定了。看一本书就能看懂创业吗？哪有那么容易？这些人认为自己还是适合打工，那么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看完这部影片以后，你的想法有改变吗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你可以在右下角点赞，
别忘了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开源节流的思维以及方法了。你小小的举动可能为你带来无数的财富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